三井良孝和塔瓦纳在一旁完全听傻了。叶晨认识史蒂夫·罗斯柴尔德，就已经让他们非常惊讶。没想到叶晨在电话里竟然对史蒂夫·罗斯柴尔德呼来喝去，甚至最后还直接骂了对方一句：这不说是使唤家奴，起码也是使唤小弟的架势吧。在两人内心惊到无以复加的时候，叶晨看着塔瓦纳，认真说道：史蒂夫·罗斯柴尔德在美国应该是有些影响力的，给他一点时间，他应该能把这件事搞定。塔瓦纳感激不已地说道：谢谢叶先生，谢谢您，有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人出面，这件事应该能够解决。叶晨点点头，看着他道：不过我帮你是看在20场演唱会的份上，而且我也只帮你这一次，将来希望你能洁身自好，不要再把自己拖入这种境地。塔瓦纳惭愧又感激地说道：叶先生放心，我以后不会了。其实我之前就已经跟那些人划清界限了，只是没想到这些事情会闹得这么大。说着，他羞愧地低下头去，不敢直视叶晨的眼睛。叶晨道：另外，作为公众人物，我也希望你不要随意站队，不要随意向你数以亿计的粉丝输出有待商榷的价值观。既然是艺人，把个人才艺做好就足够了。如果在这个基础上还想做点什么，可以参考迈克尔·杰克逊，多做些具有普世价值的公益，帮助那些饱受贫穷、饥饿、疾病甚至战争威胁的人，比怂恿未成年人变性要伟大得多。塔瓦纳沉默片刻，重重地点了点头，随即抬头迎着叶晨的目光，坚定地说道：从今以后，我不会再犯已经犯过的错误。等20场演唱会结束，我就像杰克逊那样，去真正需要帮助的第三世界国家，做些力所能及的公益。好，叶晨道，我们现在要做的，就是等这个暗花被废除，暗花废除，你就安全了。这时，守卫在外的服部半藏来到门前，恭敬说道：叶先生，警视厅的特种警察进来了，他们带了很多裹尸袋，有个人自称是警视厅的警视总监，说要见一见三井先生。叶晨道：让他进来吧。好的，叶先生。几分钟后，警视总监打着手电，踩着满地粘稠的鲜血，艰难地走了过来。他的鞋底因为踩了血浆，所以每走一步，都会与地面的地砖发出粘连又被撕开的声音。他每走一步，一颗绝望的心都会随着脚步而沉得更深，仿佛自己行走的不是什么通道，而是一条通往炼狱的路。他的内心一直在问自己：怎么办？怎么办？他妈的，搭眼一看，至少死了100多人。这要是曝光出去，我明天就可以自杀以谢天下了。恍惚间，他已经来到了化妆间门前。服部半藏将门推开，对他说道：渡边先生，请进吧。警视总监这才回过神来，抬头看看脚底，想找地方蹭一蹭，可四下也没合适的地方。这时，叶晨看着他，开口道：进来吧，不用擦了。哦，好好。警视总监松了口气，抬头看了叶晨一眼，随后便见到了一旁活着的三井良孝和塔瓦纳，这让他的心再度缓和了些许。三井先生，斯维特小姐，你们都没事，实在是太好了。警视总监此刻都恨不得哭出声来，这俩人但凡有个3长2短，自己真是不知道该怎么收场了。三井良孝问他：我弟弟呢？在外面。警视总监连忙道：他想进来看看，我没让，想着先跟您见面，问问您的意思。另外，这通道里面尸体太多，还得先处理一下才行。好。三井良孝点点头，嘱咐道：等这些尸体处理好，你就跟他说，让他进来辨认我的尸体。警视总监小心地问道：三井先生，您和您弟弟是有什么冲突吗？三井良孝愤怒不已地骂道：那个该死的王八蛋竟然派了一群武士要杀我，幸好有叶先生和伊贺忍者在，否则我可能真的已经死了。怎么会这样？警视总监惊呼一声，可说完之后又觉得这件事情也并不是很离谱。类似这种事情，在日本很多人丁兴旺的大家族里
都曾经不同程度的上演过。他作为警视总监，也早就见惯不怪了。说完，他想起刚进来的时候，伊贺忍者俘虏了很多头戴面具的武士，连忙问道：“外面那些被生擒的武士，应该就是来暗杀您的凶手吧？”“对。”三井良孝说道，“就是他们。”警视总监赶紧又问三井良孝：“三井先生，那您接下来准备怎么处理这件事情？”三井良孝说道：“待会儿你把我弟弟叫进来，剩下的事情就不用你操心了。三井家族的事情，三井家族和内部处理，所以他的事情我也会处理好的。”警视总监问：“那外面的那些武士呢？是不是要交给我们来处理？”三井良孝摆摆手：“那些人不能交给你们，我弟弟要杀我这件事情，不要让除了你之外的任何警方人员知道。我不希望这种事情传出去，让整个三井家族被人耻笑。我父亲年纪大了，他也承受不了这么大的打击。”那警视总监尴尬地说道：“那我斗胆问一句，您要怎么处理这些人？如果你要把他们全杀掉的话，恐怕也会很棘手的。一旦这种事情被人扑到我们这里，警视厅也会非常难办。”三井良笑道：“那些武士你不用担心，死的尸体你给我留下，我来处理。活的那些人，我会把他们送出日本。至于去哪里，我自有我的安排。你只当今天晚上就发生了一件事，就是几个黑社会争抢暗花，想杀掉塔瓦纳，其他的全都当没发生。行吧？”警视总监点点头，此时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，于是他便开口道：“既然如此，那三井家族内部的事情，警视厅就不插手了。”说完，他看向塔瓦纳，有些忐忑地说道：“斯维特小姐，今晚的事情是我们警视厅的疏忽，我代表警视厅向您表示歉意。”塔瓦纳摆摆手：“总监先生，道歉就不必了。”警视总监忙道：“斯维特小姐，这件事情您刚才也听到了，其中缘由错综复杂，所以我恳请您不要将这件事情曝光出去。警视厅和你以及三井先生这里，我们协力把这件事情的影响力降到最低，尽可能不让它扩散到外界，您看如何？”警视总监心里担心塔瓦纳心中不忿，将这件事情曝光的社交媒体，那样的话事情的影响力肯定就是国际性的，想无也捂不住。塔瓦纳此时倒是非常通情达理，毫不犹豫地点头说道：“总监先生放心，这件事情我不会向外界提及，希望你们在处理后续事情的过程中，不要把我牵连进来。如果有人把我牵连进来，那我就把今天的事情曝光出去。这您放心。”警视总监擦了把汗，连声道：“道川会和山口组的负责人都已经被我们抓捕到案了，我们在后续审讯过程中不会把这件事情曝光出去的。到时候今天这些参与刺杀的全部都要从重判刑，刑期至少20年起步。”三井良孝立刻说道：“妈的，西田玉红那个王八蛋现在在哪？我他妈打电话给这个王八蛋，让他不要跟三井家族作对，他竟然敢跟我唱反调，我今天非得弄死他。”警视总监忙道：“他和道川会的高冈真知都已经被我们控制起来了，您放心，这2个人进去之后，这辈子也不可能出来了，那太便宜他们了。”三井良孝立刻反对道：“他们2个都是帮派老大，进监狱跟进宫殿有什么区别？里面的人要么是他们的小弟，要么对他们毕恭毕敬，进去就是提前退休享清福。”警视总监无奈地说道：“这就没什么好办法了。他们的社团影响力根深蒂固，按照江湖上的传统，他们这种老大级别的人进了监狱，所有人都要对他们顶礼膜拜的。不行，我不接受。”三井良孝咬牙道：“这2个人今天赶过来，就没把我三井家族放在眼里，我要不让他们付出惨痛的代价，以后三井家族颜面何存？”警视总监尴尬道：“三井先生，他们已经被特种警察抓捕，这么多警察看着，后面肯定只能走正规的司法流程了，我也没办法啊。”
三井良笑气急败坏，好歹把他们俩拉过来，让我打一顿出气吧。我三井良校长这么大，就没受过这样的轻视。这，警视总监为难地说道。羁押是要走流程的，带伤羁押的时候，一定要注明情况，您打他简单，打完之后我不好替您收场啊。要是让外界知道您从警方手里要人，并且施加殴打，外界到时候肯定会指责您践踏日本法律，到时候怕您不好应对啊。三井良校一听这话，整个人顿时颓丧不已，嘴里念叨着杀不了，打不得，进了监狱也治不了他，这口气以后就没法出了。一旁的叶晨听他抱怨听得头疼，某一瞬间还真想介绍丈母娘马兰跟他认识认识，便开口说道：三井先生，你堂堂一家之主，不用为这点小事纠结，他们进监狱之后过得好不好，完全取决于你给继任者的压力大不大。只要你压力给够，让继任者寝食难安，让山口组各种生意接连受挫，继任者倒是为了自己的日子好过，甚至有可能亲手干掉他们的上一任老大。略施谋略就能解决的事情，何必在这死抓不放？